Hello，新浪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白鹿，欢迎白鹿，然后请白鹿接受我们的首次热搜的突击挑战，这已经是第二次，应该是第二次来撕热搜。对，可以先撕下来第一个看看。哎，白鹿北上短发路透。就是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部戏也是就是和之前以往的戏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我之前接触过现实主义题材，是警察荣誉嘛，但是这部戏它更加现实主义题材一些，就是它要讲的，包括它有2个年代要讲，一个是07年，一个是14年，跨度也比较大一些。然后它讲的更多是生活上的琐事，然后包括那个年代的邻里一个小院里的事情，对，需要更加接地气一些。明白。那有为此做哪些提前的准备和功课？我们开拍之前，因为我华子后期他是一个快递站的站长，我有去快递站跟着他们学习一下。然后因为我们还学习了一些就关于运河的文化，但我本身我也是江苏人嘛，所以本身就是有一些了解的。明白。然后刚才也提到了这部戏时间跨度很长嘛，所以在拍摄的过程中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吗？我觉得首先前期的华子就是短发那个路透，他不仅有短发，他还涂黑，然后他还有钢牙，然后他前期是在学校嘛，他属于一个很放的一个状态。那后期他当中经历了7年，包括他们4个人，我们有4个主角，4个人之间的友谊，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分歧啊，包括他们各自经历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然后反正后面会有很多纠结啊，很多无措啊，很多事业上的挫败啊，就后面会更加收一些。前后期的反差挺大的。明白。然后因为每次来都有新剧跟我们分享，所以我们也很好奇，你是一个停不下来的人吗？也没有说停不下来，但是如果我遇到一个本子，我会不舍得去休息。如果遇到一个我喜欢的本子的话，但是有在计划明年需要休息个最起码3-4个月吧，我觉得得缓一下了。明白。那一般如果休息下来有空闲时间的话，会怎么安排呢？首先先睡个好觉，先给自己差不多1周的时间去放松一下，然后再学一些别的吧，可能接触一些新的技能，然后旅游，跟朋友出去散散心，这样。明白。现在是有具体的规划了吗？没有，没有，等休息那天再说吧。明白。好，行，我们先撕一下下一个热搜。白鹿、范丞丞显眼包2人组。对，可以先来回应一下这个热搜，就是看到这样一个话题登上热搜，自己有何回应？我觉得首先显眼包它不是一个贬义词，我觉得它是一个褒义词，因为我俩性格比较外向吧，然后我俩是属于那种喜欢给人带去快乐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俩性格上的一种肯定。而且我觉得其实范丞丞他是一个很细腻的小孩，他其实特别照顾人的情绪，他永远不会让你的话掉地上。所以本人来回应一下，你觉得显眼包这个定位是准确的，是吗？就如果大家能从我们俩身上得到快乐，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是很高兴的。明白。然后，所以我们也是很好奇，在白鹿眼里，就是跑男团的其他成员们，他们可能分别有什么担当，或者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知罪标签？担当，那晨儿哥肯定是力量担当了，然后凯哥是速度担当，沙爹是抖包袱担当，他最能抖包袱，然后深深是暖心担当，他真的特别特别暖，然后雨琦是勇敢担当，他在节目里就是特别敢于去做那些尝试，包括他也很敢去撕别人名牌那种特别勇的一个女孩。然后张真源，我觉得是青春担当吧。因为张真源是这一季我们新加入的成员嘛，2位在就是结识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破冰的过程？因为我们基本上录完都会吃饭，也没有什么破不破冰的，吃完饭也就熟了一些。他一开始会觉得他比较内向，但他还是很积极的，因为他很年轻嘛，然后也就是很多游戏上面他也很拼命，然后很尽力，就是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专属于跑男的力量。他有给你留下哪些深刻印象吗？或者做的哪些事儿让你记忆犹新？深刻的印象，他刚来的时候会比较好骗一些，对，我们都会去唬他、吓唬他，然后他就信了。但后面他也知道了。明白。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去密室逃脱或者鬼屋的话，会带哪位成员去？没有这个如果，不会再去了。
已经有 PTSD 了是吧？明白。然后如果让你策划一期跑男的话，你会带着大家玩什么？你最想玩的？如果让我策划一期跑男，我之前其实回答过很多这种问题。那如果你要让我策划一期，我觉得来一期游乐园主题吧。就是大家一起去挑战一下那种，体验一下刺激的项目。但不是鬼屋，不要鬼屋。对，明白。因为每次来，其实我们那热搜或多或少都有跑男相关的话题，所以这档节目在你心里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意义？我觉得跑男是我一个寄托吧，就是我平时不是一个喜欢向别人表达我最近有什么不开心的或者有什么不顺，但是我觉得我一到跑男，我就很放心把我的事情跟这些前辈们讲，因为他们都会给我他们作为过来人的经验，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暖心的家庭。包括其实有的时候我不说，但是像深深、像姚 PD，他们就是那种观察特别敏锐的，就是一下就能知道你今天是不是不在状态，或者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就是像家人一样的存在。而且我每次不是觉得去录节目的，我是觉得我去见老朋友的。明白。那我们是最后一个热搜。好的。白鹿进组了啊！又进组了。听说最近正在拍白月繁星嘛，可以再简单的再介绍一下这部剧和角色吗？这部剧它其实言简意赅来讲，它就是一个凡人修仙的故事。那就是白硕他小时候他被仙人所救，他为了报答这个仙人，然后一路就是升级打怪也好，经历就是81难，最终成神的一个故事。在这个组里有发生哪些好玩的事儿吗？那可太多了。这个组回头真的播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花絮，太可乐了。这些年你的古装剧和现代剧也特别多嘛，就是在两种不同类型里来回跳跃，自己会更偏爱哪一类呢？我没有更偏爱哪一种，我觉得我喜欢的角色，我是平等的爱每一个角色的。我主要看重的还是故事。那会不会在拍摄或者筹备的阶段，或者在自己消化的时候，每种类型的消化方式不太一样？我觉得比如说北上，它就更加靠你在现场的感受，包括导演，因为这是个现实主义题材嘛。在北上的时候，我会比较纠结和压力大一些。我在北上的时候真的还蛮焦虑的，其实，但是杀现在就好了。然后像古装啊，你要想它是否有年代，然后它有一些礼仪，包括它的有些其实行为动作在那个情境下，在古装情境下它可能是不行的。对，要想很多这方面的事情。但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收获吧，杀现。对，是的。但是其实我在焦虑的时候，我知道没准这个焦虑对我来说是件好事情。明白，因为现在也是年底了嘛，最后想让白鹿回顾一下今年，怎么总结这一年？总结这一年，我觉得，因为今年就是3部戏都跟大家见面了，我觉得是一个成果吧。就是这3部戏跟大家见面，大家也看到了，我的，就是我创造出来的作品，然后也看到了这3个组的用心，把3个故事都跟大家讲了，然后看到挺多人还挺喜欢的，我也很开心。然后后面也会继续努力去创造更好的作品。好，那谢谢白鹿，我们期待下一次撕热搜。但我感觉哥好像多多少少有点下不去啊。我使点劲了啊！这哪儿发力？大腿后侧，大腿后侧跟小腿，腰不使劲吗？跟腰有关系的话，就没这么弱了。哎，你手不要拽啊！啊，你手不能拽啊！对，你不能拽着他呀，拽的是裤子，没拽人呢。那也不行。重来吧。一会儿给范世新累死了。小伙子眼睛挺尖的，必须的。来吧，重来了。嘿。又黑又又又又又黑又又又又技术活，可以1.25米。行了，歇会儿。第2次的机会我们等着他。来下一组，锤哥上。哎呀，哎呀，我都没地儿坐呀，哥哥。做了吗？我做了。不是，我这有点不舒服，哥哥，你这硌着我了。
你基数太大了，他压不住你。哎呀，头疼，不行，你的牙疼啊？不是，你得坐住我呀。他坐不住我。他这个能坐的地方怎么那么少？我能正着坐吗？可以。哦。你能压住我？你能压住我？等会儿再来一次。你头往后一点，这样更重。哎，对。哎，上套路了。下去，输了。晨儿哥第一次挑战失败，没有成绩。等会儿我先起来一下，我这腿实在抽筋抽的有点。是游戏的事儿还是这个年龄开始？我也是。你得先这样，对，然后一人压一条呗，就一人压一条。要不要我压脚吧？可以。可以，yes。哦，对。哇！我怎么那么累啊1.23米，还可以哈，可以。来，下一位成员。啊！这肯定压得死死的。压好啊，哥。好。我怎么感觉你要把脸贴地上了？不是，弟弟手往前伸啊，手往前伸啊！哎呦我你干啥了？去！真发力呀！我告诉你，发力的点不太对啊。哦，有希望。你还得回呢啊！哎呦！出去了！范丞丞的成绩是1.16.5米。接下来下一组，过来，给坐一下。哦，我的腿啊！怎么我们队2队帮忙啊？那咋整啊？你别说，挺踏实。过年了，快停身！说一个吧。我该能起了。对不起不来。算了，再试一下。来，我压你了。嘿，我的任务是把它够回来，是吧？我给你拿回来，来，我先给你拿回来。谢谢哥。来，你在这儿行吗？行，那就算我们成绩了。走，这好像真，哥你压住我呀！我压住呢。哦，我感觉他的小腿随时翘起来。不行。等。来，再往前。哎，你怎么差一点？我压不住去吗？回吧。哎，哥别动。哇，已经很远了，我觉得。没我们远。黄星辰挑战的成绩是118厘米。下一位成员白鹿。哇，你这个坐的地方好少啊。走。哎呦，很轻松啊。哎呦，哎，可以啊。哎，立起来，滚。啊，可以。可以。好远啊！哇，这还挺远的，很轻松。比我差。我来，我俩一起压你吧。来吧。这样可以。要不要？行吗？你俩坐住了吗？你俩坐住没有？坐住了。坐住啊！你俩可坐住啊！坐住了。我往前了啊！走，往前了啊！得，这还不算。等会儿，我等会儿。哎呀妈呀，这坐住啊！坐住了。行了，放这儿吧，哥哥。可以了，已经很远了，老大。
97厘米。哎呦我去，小腿是吧？是吧？疼。该谁了？支援。好，他有身高优势。哎呦！哎呦呦！一滑。哎呦呦！哎呦，怎么那么轻松？哇，最远了，超越了。 1.28米。哇，还是年轻啊，真厉害呀！哎呀，张真远呐，张真远，真远。刘洋，把他们都干掉。我来压。好，可以了吗？可以。能量。加油！哦哦，可以。哇塞！哇塞！哎，就这儿。我感觉腿没压住。我已经很重很重了。哎，就压不住。腿压不住，起来。起不来，腿滑下去了。他不是压不住，他都快给你压断了。他不是压不住，你腿使不上劲儿，可以试试2人。来，来。锁住。好。加油加油！哎，不行就不行。能不能上去？不行，再上去，回去拿再往回一点，瓶子抽。哎，对，就这儿，放这儿，我放这儿起来吧，这儿吧，我放这儿起来吧，我放这儿咱们就起来。哦，不行。沙哥刚刚眼睛里都有光了。来，海哥。做了啊，趴着。哎呦我天！哎呀妈，你这么压呀？哎呦我天哪！哎呀，还这么压呢？来了啊！来吧，可以了。有了。这腰腹，年轻人。差一点，差一点。你小心点啊，郑恺也有那个习惯。一发力容易后面讨厌。好。有了。哎，好。哎呀，哦，有成绩就行。有成绩，有成绩。1.16。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目前的排名情况。我们3个差不多哎，怎么这么平均呢？我们在每人的2次机会挑战结束之后，可以无限次数啊挑战其他组最远的那个距离。